大家都应该有在电视上看过美国的总统山，但你知道吗？4位美国总统的雕像本来是要把上半身都刻进去的，但为什么只剩下大头呢？而且本来的排列顺序也不是现在这样哦，甚至在雕像的背后还藏着一个时光胶囊秘密隧道。话说总统山就在美国中北部的南达科他州的黑山，4位总统雕像由左到右依序是华盛顿、杰弗逊、老罗斯福与林肯，但是顺序起初不是这样排的哦。原本最左边的应该是杰弗逊总统，其实当年在华盛顿总统左边的山头已经动工了，可是后来发现花岗岩内层有裂缝瑕疵，没有办法支撑，所以只好改变构图，硬是把已经进行了1年多的杰弗逊总统脸部给炸掉，然后在华盛顿总统右手边的位置重新再把杰弗逊总统雕刻一遍。如果看过雕刻家伯格伦的构想模型，你就会发现4位总统的雕像好像没有完成，因为按照原本的计划是要雕刻上半身的，不是只有脸而已哦。可是就连最早完工的华盛顿总统也只有雕刻到胸口部位。其实当年雕刻家伯格伦在快完工之前就去世了，由他的儿子接棒继续领导，但是却面临了资金烧光用完的窘境。而动工期间也刚好遇上了美国经济大萧条，工程只好在1941年被迫停工，雕像缩水，变成现在看到的只有总统的脸蛋了。可是工程并不马虎哦，你看老罗斯福总统是连眼镜框都有被刻上去呢。大部分的人来到这，应该都是从观景台的地方往雕像看过去，但就在老罗斯福与林肯总统的后方，其实是藏有一个秘密隧道。而这个秘密隧道其实是雕刻家伯格伦他有一个时间胶囊的构想，他想要额外建一个大厅，把重要的历史文件放进去，目的是要让未来的人了解为何要雕刻这4位总统。毕竟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复活节岛，就是没有找到解释摩艾巨石的资料，让后人只能用猜测的了。只不过呢，当时美国政府希望伯格伦先把总统雕像都搞定了，再去开挖他的秘密隧道。而伯格伦呢，他是等到雕像快完工的前1年才开始偷偷建造。后来美国国会发现这个状况，要求他停止。最后伯格伦呢，并没有完成他的计划，秘密隧道只有开凿了一小段。后来是靠着伯格伦的女儿努力之下，美国政府在隧道的底部钻了一个洞，把介绍4位总统与伯格伦，还有记载美国宪法啦、权利法案以及独立宣言的珐琅瓷片放进了一个防腐蚀的钛合金盒子，最后再用花岗岩板把它封住。只不过这个时间胶囊秘密隧道，你看这个位置啊，不容易到达，并没有开放，一般游客是进不去的。总统山的兴建包括了中间因为缺钱停工，以及冬天太冷只能够夏季施工，总共是耗时了14年，前后有400多人来参与。尤其因为经济大萧条，所以当中很多是失业的矿工、农民和警察来参与高风险的工程。他们要先用炸药炸掉多余的部分，再钻出像蜂窝状的孔洞，然后凿掉孔洞来做调整，靠着蜂窝法完成了这4座雕像。不过这样超危险的浩大工程，很奇迹的没有发生工人丧生的意外。而黑山的花岗岩，专家推估即使过了1万年，自然侵蚀也只会有1英寸，也就是 2.54公分。所以呢，4位总统的雕像是可以撑很久的。而总统雕像面朝东南方，可以接收阳光的照耀，这也让总统山显得更加耀眼。但就在不远处，其实还有更大尊的雕像呢，那就是疯马酋长了。疯马酋长是拉科塔原住民的领袖，他们不满黑山被美国政府抢占了，还雕刻了4位总统，他们觉得这是在亵渎圣山啊。拉科塔人想要让白人知道他们也有自己的英雄，于是就在黑山的另一处，他们建起了领袖疯马的雕像。可是从1948年到现在，只完成了脸部，还没有全部完工。下次如果你有机会到美国，也许可以亲眼去看看2处令人赞叹的鬼斧神工雕像。今天就分享到这咯，欢迎大家按订阅与分享，还有记得开启叮叮当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雕像都搞定了，再去开挖它的秘密隧道。伯格伦。
尤其因为经济大萧条，所以当中很多是失业的矿工、农民和警察。警察